我从没想过只是送个快递，险些把命给搭上。我是一名快递员，今天是我上岗第一天，负责的区域叫马吉小区。而奇怪的是，这个小区只有一栋大楼，小区保卫室门口挂着一张醒目的快递员守则，虽然已经泛黄，字迹却格外醒目。猛地看过去，透着几分诡异。马吉小区一共有6层，没有第7层。405住户是一个小女孩，她喜欢童谣，想要安全地离开她家，记得唱童谣给她听。502的孕妇是个奇葩，喜欢开玩笑，千万不要进她的家。601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，不要相信他说的话。快递员送快递时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。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默念了几遍守则，打算认真遵守。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我不想被投诉，更不想被炒鱿鱼。你就不好奇1至3楼需要遵守什么规则吗？低沉的声音猛地在我身后响起，吓得我一个机灵，猛地转过头去，面前是一位慈眉善目的光头大叔，他穿着一身灰色保安制服。你好啊，姑娘。他热情地给我打招呼。大叔你好。我冲他笑了笑。咱们这1到3楼被一个杀猪匠给买下来了，做了肉食品加工厂，工厂平时很忙，没时间收快递。保安解释说，大概是保安的话给了我心理暗示，我总觉得周围弥漫着一股血腥味。今天的快递是一部手机，收件人是6楼的孙广才。我拿着快递快步走进楼道里，楼道的光线很暗，我打开了手电筒，光亮下的楼道破烂不堪，扑面而来的是潮湿气息和腐烂的味道。这样的环境真的能住人吗？我有些胆怯，突然间，一只老鼠大摇大摆地从我的面前跑过，我吓得魂都要没了，跳着脚刚打算尖叫，猛地想起了快递员送快递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这条规则，害怕触犯规则会受到惩罚。我使劲捂着嘴巴，直到尖叫从嗓子里滑回胸腔，我的脸憋得通红，委屈地抹了抹脸上的泪水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走到3楼拐角处，迎面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。他看到我先是一愣，随即翘了翘嘴角，真有这么热吗？看你跑得满头大汗。男人充满磁性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正打算开口搭话，第6条规则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尴尬地冲他笑了笑，身子向旁边靠了靠，给男人让出一条路。男人又瞄了我一眼，递了一条白色手帕过来，擦擦汗吧。我社死地摇了摇头，然后上了楼。隐约间，我听到男人的笑声，他说我们还会再见面。我一口气冲到了6楼，601的门口放着2袋垃圾，里面有纸尿裤，还有些剩菜剩饭。他家里有小孩子。我支棱着耳朵听了听，并没有听到小孩的啼哭，或者说整个小区都陷入诡异的寂静中。突然间，门被打开了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后退2步。开门的是个老头，刚刚是秋季，他竟穿了件羽绒服，头上还戴着毛线帽，眼睛浑浊地看着我。送快递的？是的，麻烦你签收一下。我将快递盒递给他。是纸尿裤吗？他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是部手机，我诚实地回答。老头冷哼一声，谁说我要买手机？我要买的是纸尿裤，我孙女要用纸尿裤。他用力地晃着快递盒，生气地吼着。我屏住呼吸，蹑手蹑脚地靠近楼梯，准备开溜，生怕老头会迁怒于我。眼神不经意瞄到屋子里，我意外看到了老头的小孙女，她躺在沙发上，穿着一条纸尿裤，不哭也不闹，因为她是个塑料人偶。第4条规则说的果然没错，老头就是有老年痴呆，他的话不能相信。丫丫不哭，爷爷回来了。老头扭头进了屋，小心翼翼地抱起人偶娃娃。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，隐约间他竟然冲我眨了眨眼，我吓得腿有些软，一个踉跄差点从楼梯栽下去。我终于走到了楼门口，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，小区地面湿哒哒的，我的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沾了一手泥。我赶紧掏出纸巾擦擦，看到纸上泥水的颜色，我一下子傻眼了，竟然是殷红色，还带着甜腥味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本姑娘再也不来了。想到之前邪门的经历，我忍不住咒骂了一句：你说什么？我一回头，正对上保安阴郁的脸，他的神情严肃到恐怖，我有些害怕，下意识地舔了舔发干的唇。下一秒，他嘴角咧开，露出灿烂的微笑。你刚才的话可不能乱说。他把那把黑漆漆的伞举到我的面前，我一头雾水，他变脸怎么比翻书还快？给你看的好东西。保安快步走到保安室门口，将快递员守则翻了过来，背面写着：一旦成为马吉小区的快递员，不能中途反悔，除非公司倒闭或者死亡。我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心里飙了无数脏话。难道我的命就要撂在这里了吗？一旦成为马吉小区的快递员，不能中途反悔，除非公司倒闭或者死亡。我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难道我的命就撂到这里了吗？我气鼓鼓地上了3轮车，冒雨离开了这个鬼地方。很快，马吉小区迎来了第2个快递，心情沉重地来到马吉小区，保安熟稔地和我打招呼，我冲他强颜欢笑了一下。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是502的业主，一个冰冷的女声缓慢传来。
我的快递到了吗？哎，到了，这就给您送上去。说着，一路狂奔来到5楼。我小心翼翼地叩响502的房门，门里突然传来了几声小孩子凄厉的啼哭声，接着是死一般寂静，只能听到我扑通扑通的心跳声。我遏制住逃跑的冲动，等待着对方来开门。不久，一个叼着烟卷的女人开了门，她面色枯黄，挺着一个圆滚滚的肚子，孕妇竟然抽烟。下次麻利点，别耽误了我正事，这奶粉可重要的很呢。他麻利地签了字，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好的。”我爽快地答应。你猜我肚子里的是男孩女孩？女人突然转移话题：“不管是什么，都和老大做个伴儿。”想到刚才孩子的哭声，我灵机一动说：“我这是第1胎。”那刚才孩子的哭声？哪有什么哭声？女人粗暴地打断我的话：“难道是幻听吗？不可能，这个小区处处透着古怪。”我的神经又一次绷紧。女人关门的刹那，她的表情突然僵住，2条腿开始疯狂颤抖，嘴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哭喊。我吓得面色苍白，问她到底怎么了。我要生了。女人终于吐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她的话让我的脑子瞬间短路，几秒钟才缓过神。我赶紧扶住她，想让她回床上躺着，可是一只脚刚迈进房门，猛地想起那条规则，千万不要进孕妇的家，咽了一下口水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这就打120。”我掏出手机，女人却死死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来不及了，她艰难地说。女人的肚子诡异地抖动起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挣扎。她突然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，从肚子里掏出什么东西，然后举到我的面前。我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女人突然爆笑起来：“你真是个怂货，这是假的。”她随手把这个孩子扔在我的脚下，我惊恐地向后挪了挪。那孩子并没有哭，我定睛一看，才发现这娃娃和那老头的孙女是同款。再看女人，她的肚子依旧高高的隆起。你果然是个奇葩。我厌烦地丢下这一句，挣扎着爬起来，猛地冲下楼去，站在大门口。我剧烈喘着粗气，保安眯着眼睛，疑惑地看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抬头看着这栋麻吉小区，绝望地流下了眼泪。刚刚突然多了个快递，是4楼的，你再送一趟吧。保安将快递扔给我，我惊魂未定，直接用手挡了出去。快递哐当一下落在地上，快递盒里响起了诡异的儿歌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干嘛要做快递员？我后悔万分，惊慌失措地说：“事实上，我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是快递员，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会送麻吉小区的快递，仿佛从我有了记忆开始，就已经有了这个身份。”这个快递我不送了。保安大叔没有回应，只静静地看着我。我一步一步往外走，在走到小区门口时，突然停住，接着是猛烈的颤抖，砰的一声，我跪倒在地，疼痛难忍，根本没有办法再往前一步，直到保安把我拖了回去，身体才渐渐恢复。这难道是不送快递的惩罚吗？仿佛过了1个小时，直到疼痛慢慢消退，我才晃晃悠悠地站起来。保安大叔把快递踢到我的脚边，4楼的。我嘴唇不受控制的哆嗦，两眼一闭心一横。4楼喜欢什么来着？你说什么？保安一脸疑惑。我平稳呼吸，拿起快递后往楼道走去，嘴里还在默默背着规则。走到4楼楼梯口，寂静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了稚嫩的歌声，我忽然心头一跳，这歌刚刚听过，是快递盒里播放的音乐。小心翼翼地走进黑漆漆的走廊，在405门口停住了脚步，伴着我的敲门声，歌声戛然而止。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女孩打开房门，她的眼睛如同琉璃球般晶莹剔透，嘴角向下微抿。姐姐，你是来送快递的吗？小女孩胆怯地问。我点了点头，将快递盒递给她。这是你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姐姐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小女孩说着拉起我的手，她的手很温暖，让我稍微安心一些。我不自觉地迈开了步子。小女孩签好字后，打开快递盒。当她把娃娃拿出来后，我的神经再次绷紧，猛地站起身。这个娃娃和502女人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小女孩冲着娃娃的脸亲了一口，邪魅一笑，伸手将娃娃的脑袋转了过来。接着那诡异的儿歌再次传来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惊得瞪大眼睛。隐约间，我看到那个人偶的嘴巴一张一合，我吞了一下口水。小女孩面无表情，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一动不动。你是想要离开我家吗？小女孩的声音很低沉，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，透着哀怨。可是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。看着她的眼神，我想逃跑，却根本挪不动步。405的住户是个小女孩，她喜欢童谣，想要安全地离开她家，记得唱童谣给她听。我想起女孩喜欢童谣的这条规则，尝试着哼唱着一首儿时的童谣。小女孩再次暴躁，这是垃圾。我吓得冷汗直冒，赶紧换了另一首童谣。也不对，
女孩烦躁地揉着脑袋，下一秒一缕头发被他扯了下来，我终于支撑不住，崩溃的尖叫，一巴掌拍在女孩的脸上，夺门而去。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！女孩在身后追着我，慌乱中，不远处的房门打开，一个男人朝我摆手：“快过来！”竟然是他。第一次送快递时遇到的男人，他的出现宛若一根救命稻草。我手脚并用地朝他的方向奔去，待我躲进他的房间，他把门锁上，隔绝一切，我才松了口气，瘫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那个女孩很可怕吧？男人递过来一杯水，我接过放在手上，犹豫了一下没有喝，只点点头。他看了一眼，笑笑：“这水没问题的。”男人的话让我稍微松懈了一些，把水放在嘴边抿了一小口，水的甘甜让我更口渴，我忍不住多喝了几口，身体的疲倦感驱散了许多。你们小区该怎么出去啊？也许真的是走投无路，我只好问面前的男人。男人皱眉：“走出去啊？你是被那个女孩吓到的吧？别害怕，她很可怜的，她的妈妈住在5楼，生了她却不要她，还天天家暴，所以她就心理扭曲了。对了，你给我爸送手机了吗？”男人笑容满面地拍了拍我肩膀。麻烦了，我爸的病时好时坏的。原来他是6楼那个老爷爷的儿子，我稍微松懈了一些，听着门外已经没有任何响动了，我摸了把脸叹气道：“真是麻烦你了，我得走了。”心想着我得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就算疼死在小区门口，我也不想再踏进来一步。刚站起身，我眼前突然天旋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男人诡谲地看着我笑，倒下的一瞬间，我蓦地想起那2条规则：快递员送快递时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。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醒来时，周围黑漆漆的，头还晕乎乎的感觉，浑身酸痛，像是血液流畅不通一样。我想起身，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，我竟然被男人用绳子捆在椅子上。这时房门被推开了，紧接着屋内一片光明。我眯起眼睛，看到男人笑着向我走来，他坐在我对面，翘着2郎腿，血笑的眼神注视着我。这么细皮嫩肉，真的有点可惜啊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我不敢看他，弱弱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。他歪头眯着眼，又说了一句我始料未及的话：“你猜一下，楼下肉食品加工厂的原料是什么？”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陡然瞪大了眼睛，冷汗打湿了我的衣衫。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个鬼地方了吗？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颤抖着声音问他：“这是你的命，你逃不掉的。”男人突然扼住我的脖子，他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的脖子拧断。突然间，外面传来女人的惨叫声，男人猛地收回手，脸上扬起了笑意，挑了挑眉说：“你很快就不会孤单了。”屋子里再次陷入了静寂，外面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响动和男人的咒骂声。理智告诉我不能坐以待毙，这里的人一定有问题，或者说这里的人还是人吗？我开始四下寻找能解救自己的工具，意外的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把杀猪刀，我拼尽全力向一边倾斜，然后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。我咬着牙让身体带着椅子挪动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汗流浃背的来到了杀猪刀的跟前，随后又用嘴将刀叼起来，刀背上的腥臭味差点让我吐了出来。可是为了活下去，我咬紧牙关，我的口腔里很快全是血腥味，担心男人随时都会回来，我不敢有1秒的停歇。绳子终于被我割断，重新恢复自由的我泪流满面。猛然间，我听到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是他回来了。我急忙将椅子扶起来，把绳子假装捆在身上，然后双眼紧闭。男人进屋看到我的模样，不禁自言自语：“不会是死了吧？这肉就不新鲜了。”说着，男人蹲下来，把手指凑到我鼻子前来探我的气息。就是现在，我举起杀猪刀，猛地砍了下去。男人发出尖利的叫声，他捂着脖子上的伤口，痛苦的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惊胆战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接着迅速朝门口跑去。我要活着，我要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楼道里一片漆黑，手机不知道被我丢在了哪里，我只能摸着墙踉跄地往下跑，心脏紧张的要跳出胸膛。跑着跑着，我仿佛看到了楼口的光亮。突然间，一个人拦住了我的去路，他的手上提着一根木棍，是那个保安大叔，他正凶神恶煞地看着我。大叔，我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句，和他保持了一段距离。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，折腾了这么久还能活着走出来。他扭了扭脖子，双手举起了木棍。我不能死。我将脑袋歪到一边，木棍扑了个空，重重砸在墙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保安忍不住咒骂了一句。趁着他放松警惕时，我扭头拼命往楼上跑，一边跑一边背着规则。马吉小区一共有6层，没有第7层，没有第7层，难道是7楼？保安的狞笑声响彻整个楼栋，那笑声离我越来越近。我用尽全力奔跑，4楼、5楼、6楼、7楼，果然有7楼。
7楼只有一个木门，门缝里透出了温暖的光亮，保安已经近在咫尺。我跑向7楼，伸手铺开木门，阳光打在我的脸上，我努力睁开眼睛，入眼的是我的卧室。难道之前发生的种种只是一个梦？我摸了摸自己的身体，依旧健全，随后又抬手在胳膊上掐了一下，痛感让我险些喊出来。不经意抬眼时，床头的娃娃正歪着头看我，这娃娃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，我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伸手将它塞进抽屉里。就在我回想着刚才那逼真的梦时，手机铃声倏地响起。女士，你好，经过公司筛选决定，你被录用了。下午就可以直接上岗。这通电话让我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兴奋的不能自已。我兴冲冲地办理了入职。快递站长将一个包裹直接递到了我的手里。我低头一看，2只眼睛差点吓得掉出来。地址是马吉小区601，收件人是孙广才。早上，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把我吵醒。随后，我们2单元的业主群突然发来一条消息：大雾7天后消散，在此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，期待能在下一个晴天见到你们。1. 雾里有毒，在此期间请不要接触大雾。2. 冰箱里无论有多少食物，也只能吃1天。3. 家里是安全的，不过只能1个人待在家里，如果家里有2个人以上，就会集体死亡。4. 假设食物吃完，你可以下楼去买食物。5. 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6. 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7. 大雾期间，千万不要出门。我撇了撇嘴，觉得有人在恶作剧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群消息的人，竟然是物业经理老陆。我还来不及询问，群里已经有人先开了口，业主纷纷猜测是老陆的手机被盗，才会发这种无聊的消息。直到一张照片被发到群里，群瞬间炸开了锅，一个女人面色发青地倒在地上，嘴角泛出粉红色泡沫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赶紧在群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女朋友不相信，打开窗户把脑袋探出去，就变成了这个模样。这也太可怕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是不是遵守规则就可以活过7天？不一定，规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我的消息一发出去，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大家都在认真地分析着规则。马吉小区不是单身公寓，像我这样独居的住户并不多，冰箱里的食物只能吃1天，不让出门却允许去购买食物，难道这些规则有真有假？我的脑子一团乱麻，捋不出一丝头绪。突然间，从隔壁502传出一声女人凄厉的惨叫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怯生生地挪到阳台。502的男人用力掐着老婆的脖子，面对老婆的挣扎，他根本无动于衷。猛然间，男人看到了对面偷窥的我，抬起头冲我阴森森地笑。我赶紧拉紧窗帘，迅速地缩进了屋子，紧张的后背全是冷汗。这对夫妻刚结婚不久，明明感情一直很好，我的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，上不来也下不去，呼吸都变得困难。我失魂落魄地打开冰箱，里面塞得满满的，都是我昨天买的。他们明天会怎样呢？门口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小周，我是你李姐，你家里有南瓜吗？宝宝想喝南瓜粥。李姐住在我的楼下，独自带着6岁大的儿子生活，平日里对我很照顾，经常送点心给我。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想到这条规则，我的心提了起来，抿紧嘴巴。李姐又喊了几声后，走廊里传来了哒哒的脚步声，随后是一片寂静。我心里默念着对不起，凑到猫眼向外望去，走廊里空无一人。我正想松一口气，李姐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，整只眼睛几乎都贴在了猫眼上，我吓得差点喊出来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小周，我知道你就在门口，你把门打开好吗？给我一个南瓜我就走。李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李姐，我家也没有南瓜。想到那条规则，我下意识的拒绝。猫眼里，李姐的表情很诡异，似乎在笑。她转过身去，僵直地向前走着。直觉告诉我，她有些不对。她走到502的门口，再次敲门，嘴里依旧重复着对我说过的话。502迟迟没有动静，李姐变得有些暴躁，用脑袋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门板。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。谁呀？有病吧？502的男人暴躁的质问声响起，下一秒是吱呀的开门声。我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只听得一声惨叫，接下来安静的只能听到我的心跳。突然，门砰的一声巨响，我吓得退出很远，2只手紧紧捂住耳朵。小周，开个门，给我个南瓜吧。我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已经难看到了极点。李姐，我真的没有南瓜，宝宝正在家里找你，他想你了。我艰难地开口。听到儿子的名字，李姐混沌的眼睛出现一丝光亮。宝宝在等我。她机械地转过身，僵硬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没走几步，李姐突然一头栽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502的男人违反了第5条规则，他会死掉。可是李姐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她出门了吗？太可怕了！眼泪不受控制地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。
好不容易熬过了中午，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。为了让自己保持充足的体力，我还是决定熬点粥。打开冰箱后，我有些发愣，早晨还很新鲜的蔬菜竟然发蔫了，水果上还长了斑斑点点。我颤抖着拍下这些画面，发到了业主群，随即有很多人响应了我。我家的也是，我家冷藏的肉竟然有些发黑了。你们听说过生大米长斑点的吗？我正打算回复，群主突然给我们禁了言。叮咚一声，群主发来了新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中不可以有尸体，否则会引来贪吃鬼。这条规则让我毛骨悚然。只听到窗外传来砰砰几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颤抖着手拉开窗帘，外面雾蒙蒙的一片，小区的绿化带上出现了很多横七竖八的尸体，冷汗瞬间打湿了我的衣服，迅速重新拉好窗帘，不停地拍着胸口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果然都是自私的。我好庆幸自己是个单身狗。粥在锅里翻滚时，门外又传来了响动，直到看到楼下密密麻麻的尸体，我才终于确定群里的大雾规则是真的。粥在锅里翻滚时，门外又传来了响动。我是物业的，下面邻居反映你们家漏水，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我想起这条规定，拿起手机看着单元业主群，我家有人敲门了，我家也是，说是楼下反映漏水，千万别开门。这时候开门就是傻子，不少人附和，敲门声越来越大。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接着就是啃食声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估计还真有傻子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的响动渐渐消失了，整栋楼又恢复了平静。熬过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刚睁开眼，下意识的就先跑到了厨房，看着冰箱里的食物已经全都腐烂了，隐隐散发着臭味，我心中有些发慌。每天都必须吃食物，可以下去买，但屋里有毒又不让出门。我生平第一次想打人，正在我纠结时，门再次被敲响，我吓了一个激灵，什么玩意儿？敲了2下就没了动静，手机再次传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门口放有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有效时间1小时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回家。我大着胆子屏住呼吸打开门缝一看，门外果真放了一个防护服和防毒面罩，我立刻伸手把它们拿了进来，瞥了一眼楼道，愣怔了片刻，随即迅速关上了门。我跑到阳台往下看去，果然所有的尸体都消失不见了，门口李姐和邻居的尸体也都不见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有防护服就可以出门买食物，那就说明之前规则里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，这条规则是假的。那李姐是因何而死？我理不出一丝头绪，却不敢有一丝怠慢，毕竟如果不出门，我估计也熬不过7天。穿戴完毕后，果断下了楼。超市就在我这栋楼的边上，平常整个小区的人顺道买东西都会往这里走，但是今天人简直少得可怜。走进超市，门口竖着黑板：超市规则1，超市里的肉很新鲜，但都不可以吃。2，蔬菜都是当天新进的货，可以放心食用。3，每个人只能买1天的量。4，超市每次只能供应20人的食物，人越少越好哦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是让大家自相残杀呀！一栋楼起码有上百人，就算是死了一些，食物也是不够分的。看着已经走进去了好些人，我麻溜地跟了进去。超市的门在我进去之后便关上了，我转过身看着外面，超市门口的小黑板都不见了，也就是说，后面的这些人都看不见这个规则。外面没来得及进来的人正眼巴巴地看着里面，我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轻易出不去了。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间是1小时。我转头先去拿一些要吃的东西，看到新鲜的肉咽了咽口水。我明明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但是规则说超市的肉不能吃，于是艰难挪开了目光，走向了旁边的蔬菜区，拿了几颗青椒和土豆，再买了桶泡面。看到有南瓜饼，我想到了什么，下意识地拿了一袋。刚走到收银台就看到了上面贴着的规则：超市内部规则1，超市的后门是商品运输通道，可以进出。2，超市后门边的厕所没有锁，可以借用，老板不会责怪。3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，这也是隐藏规则吗？我望向了旁边站着的几人，他们都看完了规则，往后退了几步，相互之间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我拿出手机拍了个照片，等安稳回去之后再慢慢分析。紧接着付完款，大家都很有默契，默不作声地往后门走去。出了门，瞬间朝家的方向跑，大家都穿的一样，只要把东西藏好，雾这么大，应该不会有人认得出来。还没走一会儿，就撞到一个瘦弱穿着白裙的姑娘，缩在椅子上，见我走来后，抬眸可怜兮兮的：姐姐，我的东西被坏人抢走了，你能帮我吗？她满眼含泪地看着我，不免让人生怜。但想到新规则，我憋住心里生出的同情心，忽视她的哀求，径直地从她旁边走了过去。她喊了半天，见我没理她，
重新看向了后面的人，继续求救。我一口气直接跑回了楼道口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若隐若现的惨叫声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按下电梯。刚进入电梯，却听到外面有脚步跑来的声音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戒备地看着电梯口，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，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李姐的儿子宝宝。他睁着无邪的大眼睛，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小周阿姨，你看到我妈妈了吗？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将南瓜饼递给她。乖乖回家，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。她让你在家等她，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那万一是妈妈敲门呢？宝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了一个寒噤，想到了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，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。妈妈有钥匙的，会自己开门。你乖乖先回家啊。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，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，眉眼里含笑，冲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后，又开始担心自己把食物分享给宝宝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，然后一命呜呼。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，可惜现在回应的人寥寥无几。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提高警惕，因为贪吃鬼会假扮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。看着这条规则，我一脸莫名其妙，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规则是相矛盾的，到底哪条规则是假的？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。可我妈4年前已经出车祸走了。我做了你最爱的鸡公煲。妈妈咧嘴一笑，还是从前的模样。我踉跄着往后退了2步，惊恐地看着她。这丫头傻了吗？赶紧进来。妈妈说着扭头进了厨房，我僵硬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。饭菜很快上了桌，是又焦又糊的味道。妈妈漆黑的眼孔注视着我，清白的脸上露出了僵硬的笑。我明知道她是贪吃鬼假扮的妈妈，但还是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我有东西落在房间里。我猛地转过身，走向卧室，然后锁紧房门，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落。在我慢慢地恢复理智后，突然想到那2条矛盾的规则，那就说明家里是安全的，那条规则是假的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一股很大的力道推开，他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丫头，锅里的肉要凉了。冰冷的风从我脸上刮过，我瞬间清醒过来，拿起床头的镜子朝他照了过去。面前的贪吃鬼发出一阵奇怪的呜咽声，夺门而出，屏住呼吸关上门后，我瘫坐在地上，想起刚才的经历，还是一阵后怕。我把刚才的经历发到群里，群里陆续有人回应我，并诉说着自己刚刚的经历，真的是五花八门。隔天一早，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就送来了。我揣上小镜子，马不停蹄地去了超市，采购了1天的食物。我每分钟都提心吊胆，因为窗外不时的就会传来惨叫声，不知道他们触犯了哪条规则。我担心自己踩雷，每天都会把规则背上几遍。发现我给宝宝食物并没有违反规则后，我每次去超市都会带些他喜欢吃的食物回来，然后挂在他家的门把上，待我敲5下门后离开，他再开门拿。直到第4天，在我刚从超市出来时，脚底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摔倒在地上，怀中的食物也散落在地上，一时间周围多出了很多人，把食物都抢走了。我坐在地上十分无助，突然发现人心真的比贪吃鬼还可怕。业主们的心态渐渐崩了，开始有人在群里抱怨度日如年，期盼着第7天赶紧到来。看着他们的留言，我无奈的苦笑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业主群里发言的人越来越少。下午，我做好防护下了楼，一溜烟钻进了超市。买完东西刚准备结账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有一双手直接把我推倒在一个男人脚下，怀里的镜子也摔碎了一地。我抬头望去，那个男人手里提着一大袋鲜肉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他是贪吃鬼。这个认知让我紧张的嗓子发干，手心里全是汗。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。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震惊地看了一眼推我的人，他心虚地瞟了我一眼。面前的贪吃鬼一步步靠近我，周围的人也四散奔逃。我恐惧地向后挪，眼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即将死掉的时候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了我。阿姨，跟我来。是宝宝。宝宝一路拉着我来到了超市后门边的厕所，然后果断地锁好门。门外传来疯狂的砸门声，我将宝宝用力搂在怀里。阿姨，不要害怕，他们进不来的。宝宝的这句话猛地让我想起了那条规则，超市后门边的厕所没有锁，可以借用，老板不会责怪。我惊讶地看着宝宝，他怎么会知道这条规则？阿姨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宝宝起身把马桶盖费力地拿了下来，然后举到我的面前。马桶盖后面竟然写着一条新规则：超市厕所是除了家以外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，厕所也是安全离开小区的唯一出路。宝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我诧异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其实我和妈妈已经玩过好多次这种游戏了，
都是妈妈带我打败怪兽。提到妈妈，宝宝的眼睛沾满了泪水。看到孩子眼里的坚毅，我确定他没有说谎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在业主群里发布了这条消息：我们有救了，赶紧来超市的厕所集合。我还把马桶盖上的规则拍了照片发进群里。群里很快有人回复了我：不要相信他，他在说谎，他想引我们过去。对，我亲眼看到贪吃鬼抓住了他。看着一条条质疑的消息，我的心里有些难过。门外依旧喧嚣，我捂住宝宝的耳朵，告诉他一切都会变好的。夜幕渐渐来临，我和宝宝又饿又困，在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。次日，我醒来时，身边围满了人，他们没戴防毒面罩，也没有穿防护服。一位消防员模样的叔叔问我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你们俩真是福大命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消防员告诉我，昨晚麻吉小区2单元发生了特大火灾，除了我和宝宝，其他人都丧生火海。我满脸的不可置信，紧紧搂住了宝宝。我们真的活下来了吗？在他们确认我们与火灾无关之后，就放走了我们。我带着小宝租了个房子暂住。天气预报报道，7日后有大雾，请各位市民做好准备。如果你遇到陌生人敲门，或者听到外面的哭闹声，请千万不要开门，因为恶魔很善于伪装。亲爱的独居女孩，以下的规则请你务必严格遵守。1. 请优先选择治安好的小区居住，最好是有安保监控。入住后请立即更换门锁，并且妥善保管好钥匙，因为恶魔会趁你疏忽的时候潜入你的家。2. 如果你家里用的是密码锁，请记得定期擦干净指纹，定期改密码，因为恶魔会在走廊的某个角落窥视着你家的密码。3. 当你发现家门口突然出现了小广告、宣传单，或者墙壁上出现了莫名的记号时，请第一时间清除掉它们，它们很可能是恶魔留下的狩猎暗号。4. 如果你感到害怕，可以在门外的鞋柜上放上几双男士的鞋子，鞋子要记得定期更换。5. 收快递或者外卖时，请要求物品放在门口，在确定他们走远后，迅速打开房门将东西拿进来。6. 请不要把生活垃圾随意扔在门口，要及时将它丢到楼下的垃圾桶，因为恶魔可以根据垃圾的状况判断你的生活状态。7. 在社交网络发布照片时，请不要暴露家庭住址和标志性建筑，尤其注意镜子等物品的反射，因为恶魔像是惹人厌的老鼠，无孔不入。8. 如果遇到水管爆裂或者断电的情况，请直接联系物业，不要打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更不能让他们登堂入室，因为恶魔会伪装成各种职业。9. 当你发现被跟踪时，请不要直接回家，立刻进入人多的商场、超市求助，因为恶魔都惧怕人多的地方，他们见不得光。10. 如果遇到有人找你帮忙，可以打电话替他们报警，千万不要陪他们去陌生的环境，因为恶魔很喜欢消费你的同情心。11. 防狼喷雾、电击棒请随时携带在身边，在真的遇到恶魔时，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逃跑时间。亲爱的姑娘，请把这些规则也分享给你的闺蜜朋友看，愿你所遇之人皆为良善。